I say it. I like your face.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人挡我们东西耶，好欺负的啊！你把一根中指举到天上，哦，不要不要。今天去弄这个头发，真的觉得很烂，趴下去那个，然后像头一样，多少天都火了。我觉得在法国其实更好一点，而且我老是觉得每天都累累的，然后就来了。今天要去巴黎拍大片，但是呢，我们因为那个发廊都超难预约，巴黎这边的那个效率真的很奇怪，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11点了，可是我化妆要4个小时，我觉得会来不及出门，因为我们预约1点钟，我觉得我会画不完，画不完就只能先去做头发，之后回来再把剩下的妆完成，只能这样分批了。为了拍大片，真的是付出很多。我们要先去弄头发了，等一下回来化妆。嘴巴烦死了，画一半出来什么意思嘛？但是大家感觉蛮厉害的，准备弄发。We will do like romantic. Yeah. I got it. Beautiful, sexy. And then you, I can. 洗头哦，这是5天的头油。找到了这一间是帮坎城影展做造型的，所以我们来试看它有多强。他们都是做式的，台湾都用躺的，欧洲都是用做的。它的水啊都是比较软的，不是台湾那种用喷的，喷的话就会喷到妆。他才洗1次而已，他也没有把我后面这样抓起来这样喷进去，他只用按摩。巴黎人不洗头的。对。理完头发回来了，现在继续化妆。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拍大片。首先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巴黎铁塔，那我们就要先换上那一件衣服，先去做体。每次都是要穿很浮夸的东西，然后去做交通工具。现在小的这个法国女人好辛苦哦。这跟法国女人屁事啊！没有啊，穿马甲是不是？对啊对啊。那这样大地铁会怎么样？趁下班前赶快出门。我们走吧。怎么样，很疯吗？我们这很像新密的那个顾问团队，准备出门。到哪都是焦点。对啊，你看那个小哥哥拿着一个奶头袋。他们都觉得我们影片拍这种大片都是有车子带过去。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有交通车，没有，我们是普登型。坐地铁、坐公车，台北都是比较会开车，也是自己开，也没有什么司机不司机的。这些钱可以省下来做更多事，拍更多漂亮的东西，好不好？拍更多衣服。对啊，人太多了。我完全不会让风吹到我的头发。哇，这有风又疯了，别吹我的头发。为了美的东西，真的会付出很多代价。坐17站地铁，现在走7分钟就会到那边，再加油一下。7分钟，加油！我们要穿过这条楼梯，走吧。谢谢你。在这边开心吗？还可以，还可以。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对对对。他们在看他。怎么办？他们要拍？哦，我他会故意帮我拍。真的假的吧？拍一些近的。干嘛你要在我们前面呢？对啊。不要理他，你们不要理他，他很好笑。You guys there? I like your face. What's wrong with you? 拍起来了吗？一直站很长时间，我们站他前面，他人挡我们东西耶，好欺负的啊！肥猪，有这样挡住他了，挡住他了。我很凶吗？
他们很莫名其妙吧。是他们自己，我们只是绕过去，他们在他们后面拍，为什么不行啊？他们是故意的，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踩一段一段的距离。那他在我们前面，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换你的前面。对，在他贴得很近哦。然后这样挡我们。而且他现在故意站在那边。那就我们再往他前面呢。哎，他故意站着挡我哎。啊，他来了，他来了。他自信了。不要理他。这个丑八怪就是这样，他嫉妒别人比他漂亮。还有他那个包包很大。你把一根中指举到天上。哦，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有人会怕哦。哎，警察，警察，警察！现在没有他，现在没有他，给我漂亮的。我们在这边。我吓到，我说不要吵架，不要吵架。我在后面两个人都要跟人家吵好不好？是他们太白，我们应该没有惹到他们吧？你要就每个英文到脑子里翻译不是这么快，不然他早就把谁住你们丑。但是他们还二次挑衅。他们不知道我们要素材，他说哎奇怪，怎么一直拍我？好，我们再讲清楚给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巴黎铁塔前面呢有一条马路，那条桥上中间的那条白线呢，车道的分隔岛，大家都会站上去拍照的。我们没有犯法，因为警察来啊，然后大家警察对我们来对你拍照比赞，所以那个是大家都会拍照的地方，所有游客都在上面。但是它只有一条白线，所以就像排队一样，我拍摄这个人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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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有一个间隔，一个间隔。对，假如我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这样排，那我们就在这边，然后我前面呢有一个女的，我们就要等她的位置，那我们就在后面等，可他们真的很久等不到，所以我们说好，那我们就看到前面第三组、第二组的人已经离开了，那我们就照理我们就往前了，就这样子。那她还是继续可以拍，因为不影响。就这女的她拍，她觉得不爽，就这样跑进来打扰我，来挑衅我们，我哪里爱到你了？肥猪本来。而且他挑衅的方式很靠北，当然我们镜头前面就如影片，对，就如影片那样。我给你们看两个肥妞，然后丑八怪，他们俩这样拍个老半天，拍100张也拍不出来，因为长得太丑。所以老天爷是也是公平的嘛。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呢，你长相就是这样，整个车道人都在看我。他站在后面，他当然压力大。哇，窗户是你啊，人家一转过来，不敢经过的人，他说我能理解他的心态，好吗？而且我们经过的时候有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两个很客气的说，等他们停顿的时候才绕过去，然后还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可是那两个女的太，其实我跟他吵起来，但是因为我英文的反应比较慢，那他英文也很烂，我实在听不懂啊，我只听懂 bitch 2个字，但我忘了骂他们的屁股，然后他们的脸是肥的，身体是肥的，好吗？肥妞，他就在往上头上靠，我回去往那拿酒瓶，因为很多男人会下来帮我。我一直在后面，好冷静冷静。我是没在怕的，我出国是客客气气的，但是你要惹我，跟你讲，我是没在怕。可是他们真的太扯了，是吧？太夸张了。但我必须老实说，弟弟对你爸很凶险，他们真的很针对你。美女就是这样，不然灰姑娘的故事怎么演的呀？嫉妒心很重啊，那比对就跟你讲很强嘛，你能怎么办？So tell me when you're gonna let me in. I'm getting tired and I need somewhere to begin. 遇到粉丝，巴黎铁塔前的粉丝。头发真的觉得很烂，那用这边塌下去的意思，然后风吹来，然后真的不会动，像枪头一样，好有火。哪有人从分线开始这样平的，然后再这样，应该是要这样弯的，到底会不会？永远不可以在没化妆的时候去给人家弄头发，因为他会不知道你的型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来法国其实很好运，而且我老是觉得每天都累累的，好像得了癌症。乱讲。
一开始就住那个5楼，一来就5楼驾到。然后现在退税问题又还没解决。哦，对，我觉得这次的法国衰衰的耶，你要不要挡我镜头啊？那你赶快走了，你往前走了。啊，那他又跌倒。对，他要跌倒。你怎么跌倒？好喜欢穿长裤。你怎么会跌倒啦？第一个首先税的税金问题，7点飞机，然后6点退税的那个门才开。照理讲的话，他应该要配合这个飞机的时程。对对对，这完全不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真的是他的那个体质。他法国吹什么鸡巴头啊？遇到野蛮人。对啊。今天又现在各位要爬5楼。先上去慢慢爬，慢慢爬啊！加油！加油！而且巴黎找不到健身他找到健身房，超烦。而且这找不到大麻。爬上去天都要亮。没有跟你说天要黑了，天要黑了，天要黑了。你知道什么？那一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然后晚上时间太短。烂透！你一直说现在就，我一直跟你们说要天黑了，要天黑了。哦，就是指这个，想说在讲什么东西。我讲有没有超过6次？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呀。我说天要黑了，天要黑了。我说然后算了，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你也有这样子的困扰吗？3餐不定时，代谢下降，蔬果摄取不足，皮肤暗沉。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通通不用怕，这就是 Bodygo 新推出的高效清鲜水果茶。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长期有排便不顺的问题，一直以来呢，都要吃一些泻药啊，或靠一些偏方。那我这次推荐的 Bodygo 高效清鲜水果茶，真的非常不简单。它主打的是5大顺畅配方。第一呢，它有26种的蔬果酵素，它可以维持我们的消化道机能，让我们的排便顺畅。Bodygo 它富含了 SOD-like 聚耐胃酸、耐高温的特性，所以可以高含量的保存好营养，到达小肠的成功保留率呢，高达98%哦。分子小，人体可以直接吸收利用。那还有严选法国22种的蔬果多酚，而且还可以充分的促进身体代谢，调节身体的机能。超好喝，一喝就会停不下来。它还有专利韩国的100亿益生菌，提升好菌，还可以维持肠道的健康哦。它还有选用玉米来源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维持肠道的健康以外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饱足感。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补充维生素 C 可以维持容光焕发，甚至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你知道胶原蛋白对女生来说真的很重要。它总共有苹果红茶、白桃乌龙，还有百香绿茶。那我自己蛮喜欢的是苹果红茶，它喝起来真的非常的清爽，完全不会有苦涩呀，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味道，非常的顺口，真的跟饮料要好喝哦。你在办公室啊，或者在学校啊，我跟你讲，喝这个真的可以替代你平常这些手摇饮，每天来一杯，补充日常生活中缺乏的膳食纤维，还有蔬果。重点它是低糖、高纤、无脂肪，而且泡的时候啊，真的很方便。就是一包水果茶加上150cc 的冷水摇一摇，就可以直接饮用。赶快买起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购买，还有抢粉丝专属的优惠哦。最后 Bodygo 呢，在下周8月10至8月13号，会在信义诚品举办为期4天的水果茶快闪店活动。8月12号会由我担任1日店长，现场会贩售这些特调水果茶的饮品，我也会亲自特调非常多好喝的水果茶给大家喝。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喽！我要拍，是不是你刚刚从德国来的？超级厉害的对，我们导游，是国际导游公司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其实实际上德国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那个所谓的天体海滩。那我想要去，我没有办法去来过。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啦。我只能2件事，有那
种超级小点的，会贴胸贴。严格说起来，那个地方其实实际上进去是要全裸啦。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一伙人可以有1、2个人稍微有一点布料，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一伙人都是有布料都在里面，那就会觉得你如果要穿衣服，请去有穿衣服人的海滩，而不是你今天一伙人都穿着衣服，然后跑来我们这个不穿衣服的海滩。然后导览的话找你去，你就会一起全裸。我时间排得开来，我 OK 啊。当然，你说你是女的来，那请你跟你的先生、男朋友或者你的暧昧对象要讲清楚，不然我要保护我自己啊。它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医学理论，缩写就是 FKK， 那德文叫 F 卡卡。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年代他们有提出一个观念，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其实太过于就是包得太好，然后吃的也就不够自然。当时他们就提出一个点是说，如果一个人在1年当中可以找一个时间，然后去海边、湖边、河边，其实全身都脱光，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去跟这些土、水自然去接触，会增加你的免疫力。人其实不应该都完全在这种就是纯然人工的状态，然后衣服都包紧紧。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德国是一种全民运动，可是后来分东西德，就是希特勒自杀2次大战结束之后，西德这个现象就渐渐的就没了。东德这个现象却反而是保持住，而且甚至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流行。会不会有人想要看你脱光光，特地来找？对啊，我不知道啊。心态非常开放，他才可以接受很多的人啊。他是台大的博士生，也会因为我们去了解高雅文化或者穿成那个样子，也不会歧视。台大人家院天文啊、地理啊、黄土，他都也愿意去接纳。我的心胸真的很大。讲好游戏规则，什么事情就是都可以做。那我现在在海滩上看到别人播的话，不行啊，因为他原本的这个目的是让人回归自然。他不是色情，不可有这种念头。是会被瞪。就基本上旁边的人会觉得你怪怪的，就是说我们来这边是为了健康因素，不是为了情欲。要情欲要去 kick it。其实说穿就跟大家在餐厅吃饭或者是在野餐派对一样，只是差别就是没穿衣服。我们现在要出去了，今天就是要去拍照片，因为昨天头发被弄得乱七八糟。今天要去拍的是塞纳河畔跟那个罗浮宫的照片，晚一点再去重拍一次巴黎铁塔。看今天穿的衣服，里面是丝袜哦，今天只穿这样子哦。这个地方就巴士底广场嘛，那它是当初那个法国大革命的会展。那个年代的法国的社会分为3个阶级：特权、贵族，然后再来是教师，然后教师下来才是平民。这3个阶级的财产啊、权利啊什么都是有极大的落差。可是平民阶级才是这个社会的多数。是悲惨世界的那个背景。对，就是那个背景。这附近原本是一个政治犯的监狱，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政治犯在里面。然后法国大革命是几年之前的事情？1789年。你在考验他吗？好。要准备拍照片了。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这边是左岸，这边是右岸。攻击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所以就是塞纳河畔巴黎左岸。所以左岸的咖啡特别好喝吗？应该没太多吧？还是你要去喝左岸的咖啡？好，找咖啡厅好。大家正在消灭这边的食物，消灭洋人的食物，才可以去吃酸辣粉。突然看到这个烧牛肉面。所以我这间店还比较厉害，它是吃亚洲菜的。天哪，我终于吃到亚洲菜了，我好开心哦！我终于吃到牛肉面。我哭了。红石榴来法国请客啊，特地跑来法国请你吃中国菜 ，Sugar Daddy。哇，大家都有得吃哦，哇，怎么这么幸福啊？好吃吗？好吃哎，因为红石榴请的都好吃。爬那个捷运站的楼梯，我就已经脚酸到不行，气喘呼呼，说要把裤子脱了我才能够爬5楼。那里已经有一位先爬了。哎呦，很累耶。这件裤子很重，超重的，而且有办法玩呢。我没有觉得越爬越好，晚上把它爬一次。欢迎回到毕设。真的是很烂的。毕设。拜拜，要出门继续去铁塔拍照喽。又要再出去，然后每次出去都是这样打打，要走很久很久路。我们的跟我们脚是交通工具。我们还没有到，然后结果就已经闪灯了，然后我们大家继续拍。
酒魂，对对对，还有酒魂。 Bring it right back, do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do it like, do it like that, do it 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do it like that, do it like that. 终于拍完了，感谢大家，就是被我拉来这个地方。巴黎最后的探狗。对，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的开场的取景的位置。我们最后就在这里拍大片了。这边拍完了，巴黎铁塔拍完了，然后这里拍完了。昨天真的是不行，所以呢，今天在蓬莱门拍，这样 OK， 终于搞定了。我们在地铁发现血，小黏黏的。这是血滴子，没有这种人可能是真的有时候喝醉会跟人玩 gay。今天全在那边拍照，然后拍大片，然后现在要穿那重的衣服，然后再回去的便利，然后还要上5层楼回家，然后现在还没到，还有车要出去。哦，回来喽，结束辛苦的一天。你要枕头吗？不用，你真的不用盖哦，会冷了。没有，是真的不用。我现在在家，我睡觉我都不用盖。